我少时便随父皇从军，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受封护国公主。武烈帝驾崩之时，我亲手扶持皇兄即位，为他扫清障碍。皇上万岁万万岁！如今终于可以卸下戎装，嫁与良人。东皇，忘了告诉你，今日与你一起进门的还有一女，君儿。今日是你我二人的大喜之日，你就急着想要抬妾进门？是妻，平妻，君儿已有身孕。放肆！盛景安，你好大的胆子！向你隐瞒是我不对，但君儿性子柔弱，不会与你争正妻的名分。更何况，长公主一介女流，却在战场上终日与军中秋八本固，莫说贞洁，日后能不能怀胎，恐怕都是问题。公主是君，驸马是臣，驸马罔顾君臣之礼，竟敢让公主受如此奇耻大辱！公主是奉旨嫁入盛家，夫为妻耕，方为古礼，望公主能分清尊卑，也要管教下人，谨言慎行。景安，本宫堂堂青鸾长公主，没让你入赘已是皇恩高贺，你敢如此羞辱本宫！殿下，方才你喝下的合金酒是有毒的，7日断肠散。你说什么？饮下此毒，你一身武功会逐渐消散，7日内若无解药，必死无疑。莫怪为夫，这都是圣人的意思，我也只不过奉命行事。皇兄，是啊，你这么多年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天下兵马大半都握在你手里，圣人如何能不心生忌惮？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你不会不懂吧？所以我们的大婚不过是场可笑的阴谋。一个是我亲手扶持的好皇兄，一个是我要共度一生的好夫君。姐姐也莫怪夫君，日后只要你安分守己，乖乖认命，待在这内宅之中，解药便会按时送与姐姐。你有解药？妹妹我略通医术，所以你要本宫授受于你，你要我生我就生，你要我死我则死。姐姐误会了，只要你我姐妹日后和睦相处，共同侍奉郎君，妹妹断不会害姐姐丢了性命。本宫生于皇室，16岁领军鼎定中原，你一介内宅贱妇，也配与本宫姐妹相称？燕东红，快放了君儿！你还当自己是高高在上的长公主不成？这是镇国公府，还轮不到你在这撒野。还有你这个蠢物，郎君，燕东红，你要干什么？郎君，你敢打我！你个不守妇道的贱人！别忘了我是你的夫君。夫君，本宫今日便要丧我！来人呐！快来人啊！去哪儿啊？你不是想做他的妻吗？本宫便成全你们，做个同命鸳鸯。我不嫁了，我不嫁了！求殿下饶命！求殿下饶命！燕东皇，你疯了不成？疯了！我是疯了！若不是本宫一力托举你袭爵，你们盛家早已没落。你又是怎么报答我的？新婚当夜，帮我的好皇兄给我下毒，还想要挟我交出兵权，自降身份跟他平起平坐，配吗？别忘了没有解药，你只剩7天可活。那又如何？本宫久历战阵，不过一死而已，岂会受你二人要挟？来人啊，都死了不成？长公主谋杀亲夫，还不与我拿下？进来吧。参见殿下。殿下，我没事。瑶光，命人封锁东府，不准任何人出入。你亲自出城回营，
调1万精锐旋风，明日一早入城。明日一早入城。属下遵命。速去。不知调兵，形同谋反。叶东环，你要害死我盛家吗？是又如何？反正我只剩7天可活，盛家因我而生，也该给我陪葬。疯婆娘，犯下此等谋逆之罪，皇帝若是得知，绝不会轻饶你的。皇帝，本宫倒要领兵亲自去问问他，问问他陛下何故谋反。东皇，别再执迷不悟了，只要你乖乖听话，交还兵权，就能拿到7日断肠散的解药。本宫不屑于苟延残喘的活着。7日之后，即便是要入阴曹地府，也要拉着你们所有人给我陪葬。封锁东府，谁给他的胆子？许是国公爷的朋友们多饮了几杯，酒后无状，惹恼了长公主。大婚当夜就摆起长公主架子来了，这是不把国公府放在眼里呀！心腹刚入门，还要靠您给他立立规矩。从明早开始，请安奉茶，好好搓磨搓磨他那个目中无人的脾气。是。景郎，救我！叶东皇，她还怀着孩子，你怎忍心下此毒手？她怀的孩子是我的吗？一个怀有身孕的女子，不想着给孩子积福，反而制毒害人，此般下场不过是咎由自取。你这个贱人！你敢弑父不成？别忘了，我一个将死之人，别说弑父，哪怕是弑君，那又如何？弑君？怎么？你不会以为我会为了解药受制于你，跪在地上向你摇尾乞怜，而不是将你们赶尽杀绝吧？长公主殿下，不要杀我！只要你放了我，就把解药给你。我有解药的。聒噪，长兰。这7日断肠散真有解药？当然，我还能骗你不成？东皇，你要看清形势，杀了王人就再无活路了。若能迷途知返，你我还能做夫妻。你笑什么？我的好皇兄铁了心要我死，又怎会把解药交给你们2个蠢物？2个跳梁小丑，猪油蒙了心，妄想挟制本宫。没错，圣人一心想要你死，只有你死了，他才能安心；只有你死了，我才能做盛家真正的一家之主；只有你死了，我才能娶静儿为妻，想拿多少妾室就拿多少。景郎，不是的，我有解药，毒是我制的。圣人要他死，你还不懂吗？本宫若是死了，皇帝准备怎么处置青鸾军？你说呢？明日青鸾军7位将军入我圣府，对你忠心不二者陪葬，卖主求荣者苟活。朝中还有何人知道皇帝的计划？此等机密之事，皇上自不想让群臣寒心，所以除了我和金儿，只有太后知晓。太后？东皇，你没有生母，本宫没有女儿，以后我们母女相依为命好吗？本宫一定把你当成亲生女儿看待。叫人看住他们2个。是。叶东皇，我是与你拜过堂的夫君，你不能这么对我。未经允许私闯本宫闺房，你好大的胆子！属下只是担心殿下的身体，殿下，
7日断肠散真的没有解药吗？至少沈绝二人没有。殿下，那您……我心中有数。殿下可有意颠覆？你觉得我该怎么做？大雍江山本就是殿下打下来的，这皇位本就该殿下来做，属下定会不顾一切为殿下寻得解药。我只剩7日可活，你不怕跟着我，最终却落得个功败沉城？无论几日，我也愿助殿下殊死一搏，成就千古无二的女帝之位。本宫正有此意，7日之内颠覆皇权。他不会做皇帝，本宫便废了他亲自来做。若是没有解药，也要狗皇帝为我陪葬。属下誓死追随殿下。东府那边都起了吗？还没有动静。新婚第1天就睡过头，他眼里还有没有一点规矩？派人去喊。禀殿下，青鸾精锐已整备完毕。传本宫令，命盛家上下全过来，给本宫叩首问安。你说什么？东府那边传了话过来，长公主命老夫人带着盛家上下过去给她请安。放肆！她如今是盛家媳妇，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皇上恩宠盛家，才让长公主嫁进盛家来享福。新婚第1天，她不但不来给婆母敬茶请安，还敢摆出长公主的架子。我大哥到底是怎么回事？连一个女人都不会管教。景安是怎么说的？老夫人，老奴方才去东府，只有公主的丫鬟出来答话，倒是未曾见到其他人。老夫人，不好了！国公府内外多了很多披甲的士卒，小的打听了一下，都是从长公主府调过来的精锐。好啊，燕东皇这个小贱人是要给我来个下马威呀！须知这儿是郑国公府，不是他能随意撒野的地方。母亲应该给他一点规矩，让他知道盛家谁才是当家人。取家法来，叫上府里的2位姨娘，我要亲自去杀杀他的威风。长公主院前大呼小叫，成何体统？你个有眼无珠、不分尊卑的小丫鬟，还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燕东皇呢？让他滚出来见我！放肆！再敢出言不敬，休怪我这个丫鬟的刀无眼。你敢打我？你这个贱婢！放开我！我母亲是燕东皇的婆母，你这个贱婢竟敢打她！我要让大哥把你乱棍打死！一个小小的臣女也敢目无君上，冒犯长公主殿下！你们竟敢在国公府动兵！也许都会是有人子的。殿下宣你们进去。急见本宫，为何不跪？长公主嫁入盛家为媳，是奉陛下旨意，本该侍奉婆母，相夫教子。长公主殿下，你这般行径是要抗旨吗？你说对了，本宫不但要抗旨，还要把这京城里那些个负心薄义、居心叵测之人斩尽杀绝。你说什么？把他们2个带上来。景安，是谁把你伤成这样？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没事，母亲不用担心。先看看君儿，她肚子里的孩子。母亲，救我！燕东皇，你这个冷血的毒妇！景安是你的夫君，
君儿肚子里更是怀着景安的孩子，才进门1天就敢谋害亲夫，草菅人命，拿家法来！我今日便替盛家祖宗好好管教管教你！父亲！燕东皇，不管怎么说，她是你的婆母。你个疯子，有什么事冲着我来？婆母，盛景安，从你把毒酒端到我手上那一刻，我们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今日本宫便休了你，日后孑然一身，没有任何希望。燕东皇，你信口雌黄，我儿岂会加害于你？定是你这蛇蝎心肠的倒打一耙！你别忘了，你我是奉圣上旨意成婚，岂是你说断就断的？圣旨，圣人视我如敌寇，还想让本宫奉旨，不过一张无用的绢布罢了。镇国公府的荣华富贵是本宫给，今日本宫便要收回。疯了，真是疯了！你要造反不成？来人，快进宫禀报圣上！你别过来！我告诉你，你是我盛家儿媳，你出身卑微，纵然有功劳在身，那也是皇恩浩荡。皇恩浩荡，给盛景安纳妾是皇恩浩荡，给本宫下毒是皇恩浩荡，夺本宫的兵权是皇恩浩荡，置本宫于死地也是皇恩浩荡。殿下，青鸾军1万兵马已经入城，控制了城门。想必皇帝此时也已经知晓。各处城门严加看守，不许勋贵、朝中官员及其家眷出城。再调5000兵马，守住通往皇宫的宫门御道。若禁军敢有变动，随时来报。是。燕东皇，你竟然私自调兵，无照调兵是谋反啊！你是不是想害死我们？是又如何？皇说本公主只有7日可活，就用这7日时间将皇城搅得鸡犬不宁，让他燕明跌下皇位，让满朝文武乱作一团，让这江山颠覆，整个大雍给本宫陪葬，又有何不可？真是疯了！他燕明不是想要本宫的兵符吗？本宫亲手奉上，就看他敢不敢接。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别乱来，长公主，我们知道错了，我不让景安再去，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对你。造反那可是要诛灭九族的呀！本公主的九族是谁？不就是你们这些忘恩负义、自私下贱的东西？死绝了更合我心意。长兰，属下在。盛景安给本宫下了7日断肠散，若没有解药，本宫只能再活7日。所以从此时开始。他不再是我的夫君，而是不共戴天的仇人。是，本公主暂别沙场已有半年，今日便再开一次杀戒，守住圣府所有出入口。但凡有人想闯出去，格杀勿论。是，瑶光，为本宫披甲。吩咐下去，本宫的嫁妆1箱不许少，全部抬回长公主府。本宫的嫁妆，与其给国公府的这些蛀虫，不如换作兄弟们的军饷。事成之后，论功行赏。誓死效忠殿下！誓死效忠殿下！你说什么？长公主昨夜调兵包围了国公府，今日一早又派手下心腹出城，调1万精兵入了皇城。谁给他的权力？还想造反不成？请陛下息怒。青鸾长公主私自调兵，实同谋反。朕命你即刻点齐御林军，将他捉拿归案。若有抗命者，格杀勿论。卑职领旨。皇兄何必冲动？何不先问皇为何擅自调兵？他昨日刚成亲，想必是有什么误会。无故调兵包围大臣府邸，还敢挟兵犯禁，能有什么误会？燕东皇只怕是生了不臣之心啊！可东皇毕竟是个女子，怎么可能突生不臣之心？女子又如何？古往今来，又岂有同她这样南征北战的女子？护国将军都做得，焉知她不会生出谋逆之心？圣上有旨，青鸾长公主燕东皇私自调兵，实同谋犯，命卑职带殿下到御前答话。殿下接旨吧。殿下是要抗旨？聒噪！瑶光，哼，大内第一高手，都退下！长公主昨日大婚，被新婚夫婿下毒谋害，那盛景安一口咬定是奉旨而行。应大统领这会儿要带长公主进宫，当我们都是傻子吗？殿下可知抗旨不遵的后果？皇帝考虑过后果吗？本宫当年一手将他扶上那个位置，他却忘恩负义，加害于我，如此行径岂不叫人心寒？说本宫谋逆，是他燕明狗胆包天来造我的反，即刻把这个消息散播出去，让天下人都来看看我皇家的热闹，让天人知道当今圣上是个冷酷薄情、六亲不认的毒夫。
属下遵命，是为长公主讨回一个公道。须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天下岂有犯错的天子？报君黄金才上亿，提携玉龙为君死。我青鸾军所属驻京城禁骑有20余万众。皇帝，他有多少兵马？走。兵部尚书楚敬元贪污军饷，中饱私囊，罪不容诛。奉大雍长公主懿旨，抄没其家产，以资军用。都退下！怎么了？这是？母后，出事了！燕东环调兵入了皇城。慌什么？盛景安不是已经得手了吗？难道他不想要解药了？母后，他可能想孤注一掷，领兵逼阵，主动交出解药。瞧你这副样子！燕东皇真是铁了心要造朕的反。东皇一介女流，还能坐上皇位不成？我看啊，他只是心有不甘，想要发泄一通，跟你耍耍性子，你就随他去吧。等他发泄完了，认了命，大雍照样是四海升平。大点声！就在刚刚，长公主兵卫兵部尚书府，说楚尚书克扣军饷，要抄他的家。母后，楚尚书府可是您的娘家，这燕东红不留任何余地，果真是疯了。这丫头好狠的心肠！事到如今，断不可再留她性命了。不可！青鸾军此时盘踞京城，虎视眈眈，若是来硬的，只怕不妥。想办法拖过这几日，你便可高枕无忧了。可他已公然领兵造反，又四处散播朕谋害他的谣言，朕若不出手，岂不让天下人耻笑？事到如今，只能先把一切罪名都推到盛家，毒是他盛景安下的，谁能证明他说的话是真的？他在大婚之日羞辱长公主，妄图妻妾同娶，蔑视皇家，你可向镇国公府下旨问罪。那个平妻是德妃的妹妹，沈瑾未婚先孕，为夺恩宠谋害公主，应当问斩。德妃家风不正，也该打入冷宫。朕明白了，一切都是盛家阴谋，朕也被蒙在鼓里。你现在就差人去跟他说清楚，是他误会你与哀家了。住手！这儿是尚书府，你们是哪里来的乱兵？燕东皇，我们楚家是太后母族，我家老爷是朝廷重臣，谁给你的权利来这肆意妄为？青鸾长公主的权利，无需旁人来给。这偌大的尚书府已被我包围了，楚夫人若有飞天遁地的本事，大可以进宫告状。殿下，你疯了？咱们可是自己人啊！自己人？你们这些仗着太后阴翳作威作福、残害百姓的废物，也跟本宫相提并论。去年楚尚书欺上瞒下，克扣军饷，致使我青鸾军在前线断粮，险些兵败。这笔账，今日定要好好算一算。掘地3尺，也要把赃物全都翻出来！你们这是干什么？快来人拦住他们！我楚家的家业呀！燕东皇，你无凭无据，也没有圣上指令，如此行事，你是想造反吗？是啊，怎么才看出本宫想要造反？你说什么？你怎么敢？本宫没兴趣与你们讲什么证据道理，太无趣了。你们有什么不满，就与我的刀兵说吧。楚夫人，不要丢了楚家的颜面，不过是抄家灭族罢了，哪朝哪代没有经历过？燕东皇，你个贱人，我必将你剥皮拆骨！住手！
东红，切莫冲动，快放了元征，不要铸成大过。这是太后最宠爱的侄儿。东瑶，你怎能如此冲动？我刚带来了皇上口谕，你却铸成如此大错，皇上已经知道了真相。真相？盛景安新婚夜给你下毒，又挑拨皇上跟你的关系，居心叵测。皇上已经下旨问罪了，你擅自调兵的罪过也已经原谅你了。原谅我？叶明现在想把所有罪过安到盛景安的头上去，过河拆桥，晚了。绝无此事，东皇，是你误会了。皇上和太后从来没有害你的意思。太后得知你中毒，也是痛心已首，寝食难安呐。既然如此，那就请太后娘娘出宫一趟，与我面对面详谈吧。太后怎敢来见你？你现在受病，随我入宫，王兄我也会给你求情，咱们盛家找出解药，以后不还是一家人吗？王兄，真不知你是装蠢还是真蠢。叶明不会想拖到我毒发就能万事大久了吧？东皇，连王兄你都不信吗？太后一向是最宠爱你，你跟他老人家服个软，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嘛。哦，那你便帮我告诉太后，就说本宫想做叶明身下的那张龙椅，这点小小的要求不过分吧？你这般行事，置你皇兄于何盖啊？本宫想做，他自然便得跪着。东皇，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一向心地善良，不争不抢。今日就给王兄一个面子，放了楚家吧。够了，这就是本宫的答复。你把楚元贞的尸首作为见面礼带回去，告诉太后，要么出宫来见我，要么等着给楚家收尸。还不快去！楚大人可就剩这一个儿子了。真儿，娘，救我！元朗，东皇，楚大人算是你的舅舅，楚夫人还抱过你。嫌理轻了，姚峰，斩下二公子一只手，做个天头。不要，殿下饶过我儿吧！告诉太后，他每演一个时辰来见我，我便从他侄子身上卸下一件物象来送入宫中。安王爷，您求求情，我只有这一个儿子了。好，我去，这就回宫复命。我都已经答应你了。殿下金口玉言，岂能收回？殿下，出府的人该如何处置？送入敌牢，与盛家的关在一起，让他们挤挤。客人还多着呢。是。赃物清点如何？还未清点完毕，光这里的就共计白银535万两，黄金90万两，还有古玩、字画、玉器首饰等，杂项暂时难以统计。白银搬去军营，本宫要亲自赏付将士，他们肯舍命追随，本宫也不吝赏赐。是。总算是清静些了。殿下，要不要先休息一下？没事，时不我待啊。陛下，老臣以为当务之急是要派太医出宫为长公主殿下解毒，解除误会，殿下自然会退兵。就算他执意谋反，也便失了名分。胡言乱语！陛下，臣以为万万不可。长公主调兵谋反已成事实，臣请你一道讨贼檄文，一边调集天下兵马入京擒王，一边派人劝降青鸾军所属，绝不姑息逆贼。可是这青鸾军兵马就住在城外，连皇宫都尽在其手，此时激怒了他，恐怕……长公主一介女流之辈，一时糊涂，贸然起兵，现在恐怕已经悔恨难当。只需一道檄文，便能吓破了他的胆子。言之有理。青鸾军虽是百战精锐，但又岂会真心追随一个女子谋逆？不过是被裹挟罢了。陛下可遣人重金收买，使其自相残杀。如此一来，便可不战而胜。当真如此吗？此贼
正是致使长公主殿下起兵的祸害之一，请陛下斩下此僚首级，送与殿下，平息怒火。个无胆鼠辈，我看你是急着讨好新主子了吧？够了！陛下，安王爷回宫了。安王回来了，快宣他进来。可是，这安王爷还带着……少说废话，速宣安王进殿。宣安王入殿。臣弟有愧，辜负了陛下信任。大殿之上，带此等晦气之物上殿。燕东皇是如何回复的？回陛下，长公主已经兵围楚家。他说楚家贪赃枉法，克扣军饷，下令将楚家抄家，还……楚家？哪个楚家？就是大人您的府邸啊！好大的胆子！他若敢伤我家人分毫，老夫定不饶他！这关内就是您的长子元正，他说如果您不去向他请罪，便让您绝死。这……东皇说楚大人及太后娘娘若不速速出宫见他，您次子也有性命之忧啊，请大人早做决断。陛下，求您救我全家性命啊！臣死不足惜，但家眷何其无辜啊！求陛下救救犬子吧！敢问王爷，殿下说楚大人贪赃枉法，克扣军饷，可有证据？臣只知楚府确实搜出了无数金银，一时难以计量。臣冤枉啊！陛下，那些金银都是……好了，沛公，你快帮朕想想办法，如何才能让燕东皇那个疯子消停下来？臣以为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楚大人是否真的克扣军饷一事。若事情属实，陛下应将其当众问斩。问斩？没错，如此才能平息长公主殿下怒火，满足其要求，与其和谈。陛下让你出谋划策平定长公主之乱，不是让你把刀指向自己人。哼，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何来计策可言？若此举真能缓住燕东皇，倒也未尝不可。这个贱人真的愿意收手吗？臣冤枉啊！臣要见太后，见太后！陛下，长公主急着见楚大人和太后娘娘，若是晚了，指不定又要从楚二公子身上摘些什么送过来。退朝！母后，燕东皇疯了，他彻底疯了！怎么回事？他又做了什么？燕东皇兵围楚府，杀了元贞，还砍下了元朗的一只手。什么？他怎么敢？皇上，你千万不能让楚家有事，好好跟东皇说，他有怨气，可以让他把郑国公府上下千刀万剐，诛灭九族，楚家是无辜的。母后，燕东皇是想让您出宫跟他面谈。让哀家出宫，哀家这就去。母后，若燕东皇拿你做了人质，朕该如何自处啊？可是我不去，楚家不保啊！燕东皇这个贱人，哀家当初就不该对他那么好，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他怎么敢？怎么敢？母后，燕东皇此举正是觉得抓住了您的命脉啊，您不能上当。哀家不能眼睁睁看着楚家遭殃。朕派人去捉拿盛家一门下狱，想给东皇一个交代，可御林军到了国公府，连盛景安的面都见不到。皇上，你一定要保住楚家，若是连亲舅舅都保不住，天下人该如何看你？母后，怎么一涉及楚家您就这么糊涂啊？燕东皇从楚家库房里搜出数百万两白银和黄金，就算今天能把楚家保下来，待这件事过去，楚家依旧要被依法处置。那怎么办？眼睁睁看着楚家死吗？为今之计，只有把楚家交给燕东湖全权处置，还要嘉奖他为民除害。楚家是哀家的娘家，
那些都是哀家至亲，血脉至亲啊！母后，朕也不想这样。去年3月战事，因为舅舅，几乎让数万青鸾军饿死在战场上。青鸾军今日又看到楚家贪了那么多金银，母后可知他们心里什么感受？那是恨不得啖其肉，啃其骨，抽筋剥皮啊！朕也真的不想看着舅舅送死，谁让他仗着身份犯下如此大错？母后，为了江山社稷，朕别无他法。好啊，现在你想当个明君了？你以为把楚家舍了，你的江山就能坐稳了？皇上，水至清则无鱼，朝中官员俸禄就那么多，他们要养家糊口，要上下打点应酬，满朝文武有几个不贪？哪个经得起查？你舅舅的银子也是为你我而贪。儿臣可没收到过他银子。皇上，一旦舍弃楚家，助长了燕东红的嚣张春气，他反倒会认为你怕了他。朕都知道，可现在舅舅已经犯了重怒，那些丘巴如果不安抚，要出大事的。上阵打仗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能让他们活着，他们就应该感激皇恩浩荡，凭什么怨恨？一群不自量力的蝼蚁！母后，您别再说了。皇上，哀家必须出宫一趟，哀家要跟燕东皇好好谈谈。不行，请母后放心，朕一定会想到办法，阻止燕东皇继续发疯。照顾好太后，别让太后踏出慈安宫一步。是，殿下。裴丞相等诸位大臣都在御书房候着呢。不去，去德妃那儿。景郎，我们该怎么办？燕东皇绝不会轻饶我们。你这个扫把星，还在这里哭丧！要不是你犯蠢，仗着自己怀了景安的孩子跟他耀武扬威，我们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不是的，不关我的事。还说不关你的事？未婚先孕，恬不知耻，盛家都是被你给连累的。景郎，好啊，我是个贱人，你儿子就不是吗？新婚之夜给妻子投毒，宠妾灭妻，天底下还有比他更狼心狗肺的贱人吗？你给我住嘴！我是贱女人，你儿子就是狗男人，你也是个又老又贱的蠢妇，我们不过一丘之貉罢了。够了！我和东皇已经成亲，她现在就是我唯一的妻子，是国公府的主母，她只是想给我个教训罢了，对吧？母亲，女人都是这样。等他气消了就好了。东皇，你来看我了。殿下，我们知道错了，放了我们吧。你跟景安是夫妻啊，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找您麻烦了，以后以您为主，我们全家伺候你。东皇，你气消了吧？我们单独谈谈，好不好？盛景安，你好歹也受封镇国公的人，殿下的战功和婚姻给你换来的3个字都被你自己玷污了。我跟我妻子说话，轮得到你一个下人插嘴吗？瞧瞧你这副样子，还活在梦里，你再也没有机会以殿下郎君的身份活着了。放了景安，你这是以下犯上。景安，你没事吧？东皇，你之前答应过武烈帝和我父亲，一定会为我日子过好的，让盛家代代传承下去，你都忘了吗？别演了，盛景安，你给本宫下毒，也是为了让盛家代代传承。盛家今日便在你盛景安手里绝宿。东皇，我只是鬼迷心窍，受了沈君的挑拨和算计。我从不喜欢沈君，之前是他勾引我，故意怀上了我的孩子，加上皇上威逼利诱，我才犯下大错。我知错了，你相信我。长公主殿下，我愿意将这桩阴谋的来龙去脉悉数告知于你，求你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沈君，你到现在还想挑拨我和东皇关系，说的天花乱坠，我也不会再喜欢你，东皇更不会受你的妖言蛊惑。我倒想听听他是怎么蛊惑本宫的。瑶光，东皇，这贱人鬼话连篇，你不能信。他就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妾室，嘴里能有什么实话？你若想知道实情，便和景安谈谈，不要因为这种毫无廉耻的人坏了你和景安的感情啊！放心，我不会胡言乱语，只会实话实说。我杀了你！
陛下有心事，还不是那个燕东湖闹的，都是因为他，闹得现在人心惶惶，社稷不稳啊！陛下，他不过只剩几天可活，想办法拖住他便是。满朝文武皆是酒囊饭袋，就连太后，若不是朕阻拦，她也要主动送上门去。蠢妇！太后自然是不能与长公主相见的，但臣妾听闻她想要见的还有兵部尚书楚大人。陛下何不劝楚大人以社稷为重，主动去向长公主请罪，然后再派一合适之人去劝说长公主？哪里还有什么人选？朕派安王劝说，反而惹得他大开杀戒。陛下，安王爷可不是个好人选。若是他居心叵测，蓄意挑拨，日后您和长公主两败俱伤，他不就渔翁得利了？臣妾心中倒有一个好人选，陛下觉得凤阳公主如何？玉书，对啊，当年燕东皇出身卑微，若不是玉书照料，他早就死在这深宫之中了。李德安，楚大人呢？楚大人一退朝便出宫去了。他回府了？楚大人似是往城外去了。蠢货！你速派应荣带兵去追，务必要将他拿下，送到长公主府请罪。若有差池，要你的狗命！奴才遵旨。朕的江山微弱累卵，他却敢弃朕而逃！本以为你对沈君也算情真意铁，没想到落了难，你倒比谁都心狠。可见除了自己，谁都不爱。东皇，你相信我，我对你的爱是真的。盛景安，本宫还是喜欢你之前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与其求饶，不如想想办法吧，用你的阴谋诡计救救自己吧。东皇，说吧。在长公主酒里下毒，是皇上的意思。毒药和解药的方子是德妃娘娘给的，盛景安知情且也同意。7日断肠散真的有解药？奸夫不知真假，德妃娘娘说什么我只能照做。3个月前，德妃娘娘召我入宫训话。长公主战功赫赫，让皇上寝食难安呐。你我这样的自己人，也得帮皇上分忧才是。我只是沈家庶女，不可能接近长公主殿下，更旁乱给她下毒。3个月后，长公主大婚，本宫会安排你和盛景安的好事，届时你再将这毒下在她的和俊酒中。事成之后，你不仅是国公府的夫人，还是我和陛下恩人呢。本宫给你2个选择，要么帮本宫，你日后飞黄腾达，你那教坊出身的母亲也能过上好日子；要么我便只能除了你。谁叫你长了对耳朵，听到如此机密？此时若是泄露出去，本宫有圣上必保，你和你母亲只怕性命不保。7日断肠散会让燕东皇武功尽失，你只需等他暴毙身亡便是。他若知晓自己中了毒也不怕，到时你便用本宫给的解药方子威胁他便是。想想看吧，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青鸾长公主，任你这个出身卑微的庶女拿捏，那滋味岂不美哉？我听娘娘的。乖。盛景安也知晓皇帝的阴谋，盛家和沈家早都被皇帝拉拢了过去。你说药方都是德妃给的，你根本不会医术。奸夫不会医术，更不会解毒，自以为手里有张药，便以为可以拿捏住殿下。本宫倒是要谢谢你，若非是你们够蠢，本宫怕是到死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就是解药的方子。奸夫自知犯下大错，但奸夫也是被人逼迫，实属无奈，请长公主殿下明察。看在你这么坦诚的份上，本宫再给你个机会。本宫也给你2个选择，要么本宫赏你个痛快，你死之后，本宫答应你，只要沈家不主动寻死，我可以放他们一条生路；要么你杀了盛景安，
本宫便饶你一命。我在盛家不过是一个备受欺凌的庶出女，我生母更是教坊司出来的肮脏妓女，沈家人的死活与我无干。你都跟燕东皇说了什么？他怎么放你回来了？你跟东皇说了什么？说话呀！长公主说，长公主给了我这个，殿下说了，杀了你，我便能活。贱人，你敢背叛我！殿下，你说过饶了我的。路都是自己选的，你有的选，本宫可没有。盛景安心狠手辣，我替殿下杀了他，以绝后患。他也没几日活路了，不必脏了你的手。这狗男人，我还以为两人有多恩爱，在生死面前自相残杀起来，却毫不手软。不过是利用熏心罢了，何谈情爱？人性都是自私的，不分男女。男人逐利，而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三从四德规训他们的言行举止，连自私的机会都少有。数千年规矩和制度传承，认知观念已是根深蒂固，又岂是朝夕能改变？殿下便是掀翻这一切的第一人，只要殿下能登基称帝，天下女子也将看到希望。那朝堂中的男人们可是会不顾一切的来挡在本宫路前。瑶光愿做殿下手中的一把刀刃，为陛下开路。殿下的身子怎么样？你快说！先生勿怪，瑶光只是一时情急，本宫不会让他伤害你。你直言便是。老夫医术不精，实在惭愧，对殿下所中诸毒束手无策，还望殿下今早另寻良医吧。那这药方呢？确实是7日断肠散的解药，但是殿下所中之毒甚是奇诡，似乎还掺杂着另外一种奇毒。若是贸然按照药方服药，不仅不能解毒，反而会让这毒深入肺腑，加快毒发呀！我早晚要把这些阴险小人杀个干净。殿下不必忧心，我早已差人遍寻天下名医，一定会为殿下解毒。生死由命，不必强求，反而是中了毒后，让我看清了人心，更珍惜现在。从来没有觉得一天会过得这么慢，今天好像做了往常半个月才能做到的事情。殿下雷厉风行，非一般人可比。你这般会奉承我，日后定是个谄臣，本宫恐怕也是个暴君。只要能得殿下恩宠，卑职只怕不够谄媚。殿下，应荣押着兵部尚书楚大人在府外求见。哦，你狗贼！我是当朝太后的亲哥哥。你竟敢如此对我！尚书大人别喊了，若是惹恼了长公主，咱们可都吃不了兜着走啊！你个野狗！我是皇帝的舅舅，也是你的主子，早晚将你千刀万剐！正是因为大人是皇亲国戚，才更要为陛下和娘娘分忧啊！大人，您别忘了，您府上的家人都在长公主手里呢。放我离开！您不救他们了？您不想救您的公子了？老夫还能生！算你们识相，人交给我，你们滚吧。别呀，姑娘，陛下让老奴来是想让老奴和长公主殿下见一面，帮他解除误会。殿下累了，公公请回吧。都是为贵人办事，老奴也是带着诚意来的，就见一面吧。大统领，既然殿下不见客，那老奴先行告退了。殿下，凤阳公主求见，你要见她吗？带她过来吧。
姐姐，饿了吧？快吃。疼吗？姐姐怎么哭了？姐姐你也吃，吃饱了就不哭了。你吃，娘娘今日为何又罚你？娘娘不准我练武，练了武，我就可以保护姐姐永远不被欺负，以后还要保护父皇，保护大家。姐姐，好久未见了。是啊，殿下。你也是来给皇兄当说客的。那个东皇，你说你跟皇兄争进些什么呀？争来争去，你还真能坐上那个位子不成？姐姐不问问我，中了毒，疼不疼吗？燕明与你说了什么？皇上说，这一切都是误会。盛景安给你下毒一事，他们毫不知情。皇上也在忙着为你寻找解药。你相信他们的话？皇上以前待我们如亲妹妹一般，诸皇子之中，只有他不嫌弃我们的出身。东皇，皇上说了，只要你一句话，他即刻下旨，将盛家上下斩首示众。国公府已在我的控制之中，我想杀盛景安易如反掌，不需要他操心。东皇，你这么些年南征北战，不就是为了守护大雍江山永固？如今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江山毁在你的手里吗？你一旦挑起内乱，遭殃的只会是大雍百姓。姐姐不想看到自己最在乎的两个人反目成仇，更不想看到雍朝陷入内乱。我挑起内乱，不顾百姓，挑起内乱的是他燕明。郝凤阳，我问你，你如何确定这件事与他无关？他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所以无凭无据，他一句话你便深信不疑。东皇，皇上对你的好，你都忘了吗？他对我的恩情，我早就还了。父皇当年临终前，抓着我的手问我：东皇，你觉得诸皇子中，谁有资格继承大位？儿臣觉得，燕明心胸宽广，做事果断，有人君风范。人心易变，记住，你的责任是大雍的江山。来日若有人威胁你的性命，罔顾江山百姓，不要犹豫。你虽是女子，但更是朕的女儿，既能保江山，便也能治江山。若真有那么一天，父皇，但是仇，我还未报。东皇，都是一家人，哪有化解不了的仇怨呢？人心易变，又或许是我从未真正看清他。姐姐若真当我是一家人，便不要再掺和进来。平阳侯府对你好吗？你带兵查抄捞了楚家，侯府人心惶惶，侯爷也寝食难安，哪里还顾得上我？侯爷让我找你求求情，看能不能放过楚家。楚家覆灭已成定局，只要你们置身事外，本宫自然会保平阳侯府平安顺遂。你与皇上刀兵相见，我又怎能不受牵连？又何来平安顺累？就连侯爷现在对我也是不闻不问，让我独守空房。燕明不是说会护着你吗？他若真心护你，怎么会让你落到如此境地？他是一国之君，日理万机，又怎会时时刻刻盯着妹妹的家宅之事？还在替他辩解？他是天子，只要吩咐句话下去，平阳侯绝对不敢苛待于你。凤阳，你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东皇，他根本就不在乎你，我和他的事你不要再掺和进来，我派人送你回府。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东皇，你我身为女子，这便是你我的宿命。笑话，江山地位，能者欲知。本宫当初能扶他坐上帝位，今日便也能行废立之事。东皇，谋反可是死罪啊！就当姐姐求你，
你打了那么多年仗，好不容易安定下来，难道就不能像我一样安安稳稳过日子吗？你所说的安稳日子，就是让我跟你一样被困在内宅，孝顺公婆，侍奉夫君，一辈子身不由己吗？东皇，你口中的安稳，就是让我坐以待毙，以我一人性命换你们的家寨祥和，其乐融融。不是的，不是的，东皇，我求你跟我入宫向皇兄服个软吧，皇兄定会让太医为你解毒，到时候我们还像从前一样。够了！本宫生来一副傲骨，这辈子见惯了生死，却唯独没学会委曲求全。东皇，他们说如果说服不了你放过楚家，就要把2个孩子从我身边抱走。我知道该怎么办，我求你帮帮我。这就是你口中的好皇兄，拿你和孩子的性命要挟你。好，我只问你一句，如果我跟燕明必须有一人要死，你会选择让谁去死？我不会让你死的，可是你也不会选让燕明死。可惜，你却没有定乾坤的本事。我会派人和你一起回府，确保侯府周全。你若担心孩子，本宫可以派人把你的2个孩子接过来，你也可以和他们一起住在我的府上。我不行。你回去吧，告诉燕明，日落之前，本宫若还见不到皇上和太后，便把楚家的人头送入宫去。东皇，东皇！安排人护送凤阳公主回去，警告平阳侯和他的母亲，若他们再敢为难凤阳公主和2个孩子，本宫下一个就查抄平阳侯府。凤阳公主，请吧。皇上，太后娘娘，不好了！长公主派兵驻守了平阳侯府。凤阳呢？连他也敢背叛朕？未见到凤阳公主，奴才还得到消息，说是长公主把楚家父子送去了青鸾军军营。送去军营干什么？长公主说，楚大人战时克扣军饷，延误战机，罪不可恕，要在众将面前执行军法。他怎么敢？这个贱人怎么如此恶毒？皇上，马上备轿，哀家要出宫。母后，不可啊！哀家倒要看看燕东皇能奈我何。太后娘娘，谁敢阻拦，哀家诛他9族！还不跟着！太后娘娘驾到，请青鸾长公主接驾。太后娘娘驾到，请青鸾长公主接驾。你们放肆！太后娘娘驾到，还不跪下接驾？长公主殿下何在？殿下正在休息，再敢乱吠，割了你的舌头！哎呦，瑶光将军吧，娘娘驾临长公主府，烦请将军通报一声，让她尽快出来迎接才是啊。迎接太后娘娘。长公主连夜忙着整治佞臣，查抄贪官，这会儿刚睡下，没空出议。放肆！你一个小小的将军，竟敢在这儿做起东皇的主，谁给你的权利？微臣可不敢做长公主的主，不过身为长公主麾下，护卫殿下也是微臣职责所在，还望太后娘娘恕罪。哀家现在没空听你个下人嚼舌，东皇不是要见哀家，你现在就让他出来接驾。那太后把解药带来了。什么解药？太后真是说笑了，托你儿子的福，长公主新婚夜被盛景安下了毒，太后可别说自己不知道。放肆！你敢这么跟哀家说话？
太后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还做着母仪天下的美梦，大厦将倾了。你来人，把这个狂徒给哀家砍了！太后息怒，救尚书大人要紧啊！楚尚书一家何在？太后来晚了，楚尚书父子一早就被送去了军营，这时辰怕是已经被下锅烹煮了。哀家命令你，赶紧把他们追回来！哀家知道东皇对我有些误会，所以才亲自出宫来见他。他自幼在哀家眼皮底下长大，我也将其视如己出。自从得知他中毒，也是彻夜难眠。哀家恨不得亲自砍了盛景安那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这种时候，你个下人却阻挠我们母女相见，哀家如何能不迁怒于你？微臣说过，殿下此时已经歇下了，娘娘你这戏还是留着演给殿下看吧。哀家是当朝太后，亦是东皇嫡母，让哀家等他，你们眼里还有没有尊卑、礼法可言？太后不愿意等，便请回吧。放肆！太后若是执意要见，就请自己走入府中。请太后入府，为长公主殿下奉茶。请太后入府，为长公主殿下奉茶。哀家可是当朝太后，我要诛你们的九族！娘娘息怒，息怒啊！娘娘，要不咱还是回宫吧。扶哀家进去。娘娘，东皇，东皇，你还在怪哀家和皇上？我们都是你的亲人，怎会害你？盛景安所为，哀家和你皇兄都浑然不知啊！就算你信不过你皇兄，还信不过母后吗？太后来此就想说这些啊？东皇，你真的就这般绝情吗？既然如此，先奉茶吧。母后知道你心中有怨，但你想想母后何曾害过你？先把楚家人放了，别让事情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给你我都留一个体面，好不好？太后若是肯下2道口谕，我便相信。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母后都依你。禁军的楚统领也是太后的娘家人吧？那便请太后下旨，让楚统领携禁军与我青鸾军换防，好让我带着青鸾军入宫面圣。你这是想闯宫？太后娘娘不是说皇兄并未害我之意吗？我也绝无加害之心啊。如此一来，我也可以与皇兄当面对质，解释清楚。只是我若独自前去，心中实在不安，所以想带着青鸾军给我壮壮胆。殿下万万不可啊！这带兵入宫，与谋反何异啊？这可再无回旋的余地了。谋反？本宫不是已经反了？你们以为本宫在陪你们闹着玩？殿下息怒啊！是奴才该死，奴才说错了话。殿下，您调兵查抄盛家、楚家，都是为国除奸，怎么能算谋反呢？是吧，娘娘？皇上已经向盛家下旨问罪，母后知道你只是一时冲动，自然算不得谋反。本宫已经起兵，覆水难收。若是今天太后不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就算本宫答应，本宫麾下的青鸾军也不会答应。你先让哀家见到楚家父子，若他们平安无事，哀家会考虑下旨。不行，楚家父子择日将以军法问斩，绝不宽恕。他们是哀家的兄侄，是你的舅舅和表哥啊！你对血亲怎能如此残忍？太后莫急，
楚家父子虽然被送去了军营，但楚夫人和女儿还在地牢。若太后不愿配合，本宫不介意把他们送入教坊司，也算有个营生。燕东皇，你太放肆了！本宫怎么养出你这么个忘恩负义的畜生？你把哀家骗出宫来，是想让禁军投鼠忌器听你控制。你说对了，若是没了你这个太后，楚统领恐怕再也坐不稳那个位置。你大可直接带兵闯宫，做个残害血亲、弑兄夺位的逆贼！你以为本宫不敢？本宫不过不想枉送麾下儿郎性命罢了。和这些贱民，你倒是讲起情义来了。他们是本宫的同袍，本宫对待忠心之人，定会全力保他们性命，而不是像你们一样脏心烂肺、过河拆桥。本宫无数次想过，自己会死在沙场、马革裹尸，从未想过自己会死在最信任的两个人手里。你们不忍，别怪本宫不义，给你半个时辰考虑，过时不候。传令秦阳，让他再调2万兵马入城。殿下打算今日杀入皇宫？今天来不及，太后不会那么蠢，这么快做决定。她知道一旦自己松了口，他们母子只能沦为阶下囚，任人宰割。待军队入城，本宫会让秦阳领命包围禁军统领楚营所在的楚家二府及先锋营统领常望之的府邸。届时有太后在手，再加上楚常二人亲眷，不怕他们不乖乖听话。卑职明白。你也去休息下吧。殿下，朝中几位重臣就在府外，请求面见殿下。我要先去趟地牢。该死的燕东皇，他一定不得好死！云婉，你先忍忍，等皇上和太后处置了那个逆贼，一定可以救我们出去的，一定可以的。娘，我怕父亲和二哥都被带走了。是啊，娘，我们该怎么办？怕什么？燕东皇那等乱臣贼子，说不定此时已被万箭穿心。只怕要让楚夫人失望，在本宫被万箭穿心之前，定会把你的几个女儿送到军营青楼为妻。你敢？她们都是太后的亲侄女，她们可没有得罪过你啊！同为女子，你好毒的心肠！本宫像是什么善人？身为太后侄女，贪官之女就是他们的罪，既想富贵，又想不受牵连，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把楚云婉和楚云英带出。母亲救我！我不去青楼，不去军营，母亲！小公主，臣妇不该骂你，臣妇罪该万死，他们是无辜的，求你饶了他们吧！若不想被送去军营，你们只有一个选择。你们的姑母联合皇上谋害于我，你们今日所受屈辱，皆是他们造成的。太后就在绛云厅，你们可以去见她。你把姑母也抓来了？谁能求他下旨调来禁军统领和前锋营统领来此护驾，本宫就放过谁。否则，一炷香之后，你们可自行选择去军营犒劳将士，还是去青楼接客。只要太后同意，长公主就放了我们。殿下，我去。他们这是打算用对付皇上的那一套对付本宫。这些朝堂上的老匹夫最擅长的就是死谏。臣等求见长公主殿下！臣等求见长公主殿下！求殿下出来一见！臣等参见长公主殿下，不请自来，还望长公主恕罪。诸位请回吧。请长公主殿下以家国社稷为重，即刻退兵。镇国公和楚大人如果有罪，应当交由皇上按律法处理。长公主虽贵为青鸾军主帅，亦是无权私自关押权贵，更无权私自对他们动刑。
殿下，青鸾军将士保家卫国都是忠义之士，长公主万万不该让他们卷入谋反罪名，请长公主殿下为江山社稷着想，即刻退兵。请长公主殿下为江山社稷着想，即刻退兵。本宫若不听你们的，诸位又能如何？长公主，谋反乃是重罪，恐为天下所不容。长公主乃是武烈帝之女，武烈帝在天有灵，若看到今日这一幕，不知该作何感想。长公主能否为大局考虑，坐下来跟皇上好好谈谈，或许可以解除误会。庸国一旦陷入内乱，外敌便会趁机入侵，到时候腹背受敌，庸国必有大患啊！求长公主退兵！求长公主退兵！诸位都是国家辅公之臣，对本宫所遭遇的事情不能感同身受。本宫不怪你们，但想在这空谈几句，便让本宫退兵休想。须知本宫不像你们，本宫既非圣人，也非君子，只是一个寿命无多的疯女人。我等规劝殿下为家国放下私怨，也是为了黎民苍生，绝无私心。被亲人背叛，被下毒的是本宫，而不是你们。各位觉得本宫应该以大局为重，既然如此，本宫可以给你们一个选择。若诸位愿意把自己的妻儿老小带到本宫面前，由你们亲自动手，一个个了结他们的性命，本宫才愿意相信诸位真的是为江山社稷考虑。荒唐！长公主，这是什么要求？人非禽兽，岂会对自己的亲眷儿女下手？诸位既能劝本宫为了江山社稷放下仇怨，想必皆是大公无私之人。今日为了这江山社稷，天下苍生，若能以家人性命劝谏本宫退兵，来日必定青史留名啊，岂不是一段佳话？殿下，老臣尚不知事情全貌，你是庸国功臣，多年征战，立下汗马功劳，让如老臣这般的多少男儿自愧不如。老臣不敢指责殿下所为，只盼着殿下能为庸国百姓考虑，莫要再兴兵戈了。本宫行事自然不会伤害无辜百姓。殿下，本宫清楚丞相大人的为人，也相信你一心为公，所以接下来几天里，请丞相只管紧闭府邸，不闻不问。本宫可以担保，陪家无恙。殿下，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自己辛苦守卫的家国，因为一场误会而陷入内乱？如果这不是误会，丞相大人是两朝元老，应该比本宫更清楚龙椅上那位的心性。本宫也乏了，诸位大臣都回府吧，静待着江山易主，到时候来拜见本宫便是。据说在下无能，先行告退了，诸位好自为之。哼！好你一个狂悖之徒！你弑兵自重，罔顾君恩，还妄想聘击私臣，犯下弑君谋反的罪行，呸！必遭天下人厌弃。这位便是沈御史吧？本宫听说沈家也是京中巨富，沈家少爷在酒后与人斗富，曾豪掷千金。姚光在，记下沈御史的名字，下次便带着青鸾将士登门拜访。诸位有所不知，从楚家库房里抄出来的银子，若是换成粮食，足够青鸾军20万兵米2年军饷和粮草。本宫实在有些上瘾。姚光，把在场诸位大臣的名字都记下，回头咱们一一登门。是。敢问这位大人名讳？一群无胆鼠辈！殿下，我稍后就带兵杀进皇宫，逼狗皇帝交出解药。不必担忧，我无事。殿下，我把薛神医请来了。快请他进来。您是京中最有名的神医，一定有办法救殿下的，对不对？殿下中的断肠散较为特殊，此前便请军医看过，说是殿下所中的断肠散中
掺有其他毒药。此乃南疆部落特有的毒，叫蚕丝。两种毒混合进入身体之后，会加速让毒素缠入肺腑经脉，无药可解。你说什么？请殿下撩开手臂上的衣服，不出意外，应该会看见一条细如发丝的红线。昨夜我便发现了，今日似乎又长了一些。不能服解药，难道只能等死吗？瑶光，在盛景安说酒里有毒那一刻，我就知道这毒应该是无解。不可能，他们手里一定有解药。若是狗皇帝不交，我便将其生吞活剥。瑶光，扶我起来。这毒发作的时间有点超乎我意料，是太快了。不，太慢。叶明太笃定我会受毒药控制，所以才用了7日断肠散。没想到只需这7日时间，我就能让他们万劫不复。父母，长公主她残忍无情，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你救救我们吧！父母，您最宠我了，不能看着我去那种地方。好了，都别哭了。太后考虑清楚了吗？一炷香的时间可要到了。父母救我，您就答应他吧。好，哀家答应你。哀家答应你，但是你必须先答应哀家一个条件。若要本宫放了楚家父子，本宫不会答应。请太后死了这条心。燕东皇，本宫与你好歹母女一场，为何今日翻起脸来如此六亲不认？为何一定要将他们赶尽杀绝？本宫若早知楚家贪污军饷，他们去年这个时候就该被押赴刑场斩首示众，是你帮忙遮掩，才让他们多活这些时日。你分明就是公报私仇。那又如何？你可以让你的儿子砍了我。他确实奈何你不得，可你早晚不还要死吗？所以我一定会在死前，让尽可能多一点的人陪葬。你打了这么多年仗，才稳住庸国江山，如今却要亲手毁了它。你虽贵为太后，却既守不了江山，又无力毁了它，何必替我操心呢？燕东皇，你是不是根本没中毒？你根本一点中毒的症状都没有。你是不是故意假装中毒，就是为了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造反？燕东皇，你好大的胆子！东皇，哀家以前对你不薄，你就是如此回报我的。没想到啊，所谓中毒，竟是你自导自演的一出戏码。满朝文武都被你蒙在鼓里，你可真是厉害。太后看来不太愿意配合，不如给太后也尝尝这7日断肠散的滋味，看看7日之后，你是不是真的会肝肠寸断，七窍流血而亡。你敢？有何不敢？本将军恨不得把你们母子的脑袋砍下来喂狗。只要你答应放楚家一条生路，哪怕将他们贬为庶人，只要你留他们性命，哀家就答应你的要求。瑶光在，点兵，即刻带上500人，捉拿先锋营副统领常望之和禁军统领楚银家眷。是。李德安，你带人去传太后口谕，就说常家和楚家家眷全部落入我手，太后有旨，命常望之和楚银即刻回府，保护自己的妻儿老母。太后。照他的话去做。若太后口谕传达不及时，或者表述的不准确，不仅仅是楚统领和常统领的家人有危险，便是太后的性命也很难保得住，更遑论你一个奴才。殿下，天机军2万兵马已入城，请殿下示下。秦阳，你带5000人入内城，驻扎在东华门外，待到东华门侍卫交接时，即刻带人冲进去。卑职遵命。瑶光，你带5000人去奉天门外，待奉天门换职，立刻闯宫。迟然，你带5000人去西华门，天黑开始攻城。卑职遵命。楚副统领，太后娘娘口谕。公公，太后有什么吩咐？楚统领，太后娘娘被长公主软禁在了公主府，长公主想胁迫太后，所以命人去查抄了楚家。然后娘娘让您赶紧带上人手，回府把家人救下，
一旦你家人落到长公主手里，太后的处境会更被动。楚统领，你听明白了吗？长公主查抄楚家，罪名是什么？没有罪名。长公主的目的就是要抓楚家的人为质，以此想威胁太后。楚统领，您动作快点吧。来人，去通知王副统领，让他即刻来东华门当值。是。我先回府一趟，你们守在这里，不许任何人擅离职守。若有人闯宫，立即射杀。是。常大人，这是怎么了？长公主派人包围了常家，我要回去救人。可曾跟皇上禀报？长公主一早就派人把楚尚顺父子送去军营，若是去晚一步，还不知道家人会落得什么下场。可是，等到明日，这皇城谁是皇帝尚未可知，你我也该早做打算。让你的人下来，随我出宫。是。外面还是没有消息传进来。回皇上，还没有。燕东红没有拿太后来威胁朕。回皇上，也没有。奴才命人盯住了宫外，有任何风吹草动，必定第一时间来禀报皇上。哼，燕东皇，朕定要把青鸾军上下全部处死，即便不发身亡，朕也要让刽子手一片片割下你身上的肉喂与野狗，让全天下的人再不敢违逆朕。皇上，那贱人想用太后来威胁朕，是不是？他提了什么要求？回皇上，去告诉他，朕什么都不会答应他。他要是敢动太后一根毫毛，朕便将他的罪行昭告天下，届时他便是千夫所指的罪人。皇上，不是长公主，是太后娘娘。太后，太后下了懿旨，调走了今日在东华门当值的楚统领。你说什么？皇上，长公主抓了楚统领和常统领的家眷，太后下了懿旨，命他们赶紧回府救人。常统领和楚统领知晓后心急如焚，未等换防就赶去救人了。你这个狗奴才，怎么不阻拦太后？奴才自然拦了，只是太后娘娘。传朕旨意，调集所有禁军前去东华门守卫，绝不能让那个贱人闯宫。快去！杀呀！先登者连升3级，赏100金。大人，贼军示众，楚大人又带走了大批人马，弟兄们要守不住了。王统领呢？王大人吃醉了酒，怎么也叫不醒。狗娘养的，叫上弟兄们斩了他的头，随我开城投降。大人，快去！弃械投降者免死！弃械投降者免死！大势已去了，随我去保护陛下。该死的楚营，该死的常望之！朕要让他们全家死无葬身之地！传话给燕明，告诉他本宫已经入宫，让他自负双手出来见我。狗皇帝不是声称下毒一事是误会，既然是误会，就应该站出来说清楚。一国之君跟见不得人老鼠似的躲在殿内，着实让人看不起。如同妇人般躲在勤政殿内不敢露面，可有半点一国之君的气魄？皇帝尚不如我一个女人，莫不是阳痿？殿下威武！无胆鼠赖，滚出来与我家殿下一见！滚出来与我家殿下一见！
逆贼！朕是将这些逆贼凌迟处死！你们听着，晋军5倍废之，根本不是我等百战之军的对手。若是再负隅顽抗，必是死路一条。此时投降，不仅无罪，而且有功。长公主燕东皇起兵谋反，罪无可赦。皇上已召天下兵马进京，尔等也要跟着他一同送死吗？谋反者可是要诛九族的。成王败寇，败者才是逆贼。诸位家里都有妻儿老五，活着才能继续享受荣华，死了也是叛逆，反而牵连家眷，何必为了一个昏君赴死？吩咐下去，谁要是经不住逆臣挑拨，敢擅自放下兵器，朕诛他9族。皇上，让他们撑住，只要熬到燕东皇毒发，朕给他们所有人加官进爵。皇上有旨，护驾有功者加官进爵，拜将封侯。青鸾军众将士，只要你们愿意放下手里的兵器退兵，有功无罪，主动退出者赏银100两。狗皇帝天子之位都保不住了，还敢承诺给别人加官进爵，真是笑话！你能不能活到明日，都得看长公主殿下是否愿意开恩。长公主身中剧毒，命数将尽，尔等要为了一个必死之人谋反吗？他若毒发身亡，尔等必遭清算。瑶光，给我取他性命！取朕剑来！是陛下！陛下威武！东皇，你跟朕之间有误会，可以解释清楚。你手底下的人就是如此目无王法、以下犯疯的吗？东皇，朕知道你受了委屈，然而误会没解释清楚之前，你就如此大动干戈，将朕这个兄长置于何地？将你麾下将士，将这天下百姓置于何地？你对朕真的就半点信任也无吗？朕听到盛景安给你下毒一事，又惊又怒，一心想为你讨一个公道，可是你根本不给朕机会。朕下令惩治盛家，想为你讨回公道，你却将他们关进公主府地牢。朕一心为你，却既见不到盛景安，也见不到你。放屁！你个虚伪狡诈、昏庸无道的狗皇帝！今日你便是说出花来，亦是难逃一死。朕乃天子，岂容尔等羞辱？东皇，朕屡次忍让，你却一意孤行，与朕刀兵相见。今日朕若杀你，朕心如刀绞；可朕若不杀你，却也无法对天下人交代。青鸾军将士，朕以天子名义下诏，斩下燕东环头颅。朕答应你们，既往不咎，还会对你们另行赏赐。但若冥顽不灵，那朕只能将尔等全家问斩。晋军素未攻城，职责所在，本宫本不想多造杀孽。若非如此，此地早已尸横遍野。但本宫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们都认识我家殿下，她是武烈帝亲封的青鸾长公主，浴血沙场10余载，未尝一败。如今你们统领楚营已经投降，应荣也已伏诛，还要让做无畏抵抗吗？不要听他胡说！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就在今夜。能与朕射杀此婢者，赏万金，封万户侯。郑全忠，你追随过本宫吧？殿下北伐时，小人在殿下军中为一小校。李承义、李承忠、何富贵、林狗子，尔等与本宫皆是军中同旁，是本宫共生死的兄弟。我不忍同室操戈，放下兵器，回家去吧。站住！不许逃！谁敢在朕面前临阵脱逃，朕杀你全家！此间事了，尔等还是大庸军人。兄弟们，回家去吧！不准逃，不准弃朕而去。皇上，长公主要过来了。皇上，长公主要过来了，快带朕离开这里！只要再多3天，不，也许2天，这个贱人就毒发身亡了。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娘娘，听说长公主逼宫了，她是要造反吗？这不正如你所愿吗？娘娘何出此言？你受立自己的妹妹给长公主下毒时，
就不曾想到会有今日。为了讨皇上欢心，你还真是什么都敢做。你是不是早就想着取代我这个皇后，从此掌控后宫，让沈家飞黄腾达，荣宠显赫？怎么会？臣妾怎敢有这样的想法？娘娘，本宫想了一天一夜也没想明白，你这后宅蠢妇哪儿来的自信，敢去暗害领兵20万的长公主？娘娘，后宫娘娘们都来了，让他们都进来吧。娘娘，叛贼是不是打入宫里来了？娘娘救命！臣妾身边的护卫都被调走了，就连宫女丫鬟都四散而逃。皇后娘娘，长公主不是一向深得皇上信任吗？怎么突然就反了？我们会不会……娘娘，长公主她带兵攻进太和殿了，禁军顶不住了。拿白绫来，若是攻城失守，我等便为陛下守节。这该如何是好？怎么，后悔了？娘娘，臣妾也是奉皇上的旨意行事啊。本宫肚子里还怀着龙种，满心欢喜期待着他的出生。可如今皇权孤苦，你们便随本宫同去，一起做个伴儿吧。变天了。殿下，先请个太医来看看吧。先把燕明找出来见我。让太医院所有太医候着。是。殿下，东华门已被我军掌控。殿下，幸不辱命，西黄门已经拿下，皇城已是殿下囊中之物。朕乃天子，岂能受此凌辱？哎呦，陛下，这都什么时候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燕东皇，待你毒发身亡，朕依旧是这天下之主。小太监，你要跑哪儿去啊？将军，卑职抓了2个太监。大个儿，你倒是个有福的，满城的士兵搜不着，反倒让你给捡着了。这可是皇上，你的功劳没人敢抢。带上他，跟我去见殿下。怎么，圣人净身了？东皇，你怎能行事如此冲动暴虐，让朕如何相信你没有谋反之心？你信不信很重要吗？姚国，派人去后宫把皇后和众嫔妃都请过来。是。你想干什么？东皇，别冲动，只要你愿意退兵，朕可以答应补偿你。朕可以封你为摄政王。你敢！东皇，长公主殿下，您冷静一点，千万不能犯下弑君之罪啊！弑君？谁说他是君？殿下，从此刻起，他燕明不再是大雍皇帝，而是本宫的阶下之囚。朕是天下之主。朕，还敢在本宫面前称孤道寡？殿下不可啊！至少给皇上一个解释的机会啊！殿下哪有不教而诛的道理？你不是想解除误会吗？本宫给你这个机会。秦阳，你带人去地牢，把盛景安和他的母亲带过来。是。迟然，你带人去沈家，把德妃的父母兄长都带来。本宫今晚要好好审一审这桩案子。是。拿一副镣铐过来，给这罪囚戴上。燕东皇，你敢！朕乃天子，你敢如此羞辱朕？羞辱？这便算是羞辱了？燕明，很快你就会知道，你将为你狠毒的决定付出多大的代价。
那个是德妃，滚出来！你便是德妃。这位将军，闭嘴！谁再敢发出一点声音，本将军第一个杀了他！是你给申锦的毒药。不是我，是皇上给我的，是皇上让我这么做的，都是皇上的主意。你这个贱人，这何时授意你这么做？分明是你自己要害长公主，敢把罪名扯到朕的头上。秦阳，因为你，整个沈家都会为此付出代价。不关他们的事情，长公主，这件事都是我一人所为，臣妾家眷皆不知情。够了！你妹妹沈金无名无分住在国公府近3月，沈家会不知道？你当本宫是3岁小孩？殿下，都是我的错，是我鬼迷心窍，我知错了。7日断肠散到底有没有解药？再敢有一句谎言，本将军便把你赏与将士，让他们也尝尝后宫妃子的滋味。我说，毒是一个苗疆巫女所炼，陛下已经杀她灭口，根本就没有解药。没有解药，没有解药。你要干什么？东皇，温太医马上就来了，他会解毒，快让他住手啊！瑶光，凡人皆有一死，指望能不留遗憾。是我没有保护好殿下。皇后，东皇，听闻皇后有了身孕，还有谁有孕的？现在站出来！本宫给你们2个选择：一是给燕明殉葬，2是把肚子里的孩子划掉。本宫允你们出宫再嫁。东皇，孩子是无罪的，便是生下来，余生也是幽禁于深宫之中，不见天日，何必让他受此折磨呢？长公主殿下，臣妾求你。你若想殉葬，本宫可以满足你，给你个体面。江山易主，这后宫已无各位落脚之地，各位也该为自己早做打算才是。赐本宫一道白绫，本宫自行了断。臣妾愿意堕胎归家，臣妾愿意出宫归家，请殿下恩准。殿下，太医来了。这是皇上。是皇上。如果你们不想跟他一样，最好老实回话。你们几个，谁擅长解毒？微臣愿意一试。长公主殿下，这位将军，皇上失血过度，可否让老臣为皇上止血？将死之人何必为他费神？微臣无能，请殿下治罪。下去吧。整个皇宫大内，却连一个能解此毒的医官也无。我看你们是诚心如此。除了解药，有没有别的办法？比如将毒过到我的身上？此毒奇诡，恐怕天下只有苗疆的医师能解。属下这就派人快马南下苗疆，为殿下寻得解药。长兰，晚了。苗疆何止千里，现在前去只是平白害了南下病卒的性命。殿下天命所归，定能撑到解药归来。不过短短几个时辰，这工程却已易主了。长公主有令，3品以上官员进殿。参见长公主殿下。盛景安，皇上与百官都在，你现在可以告诉诸位，是谁指使你在新婚夜给长公主下毒？是皇上给我的旨意，沈京则是德妃安排的棋子。东皇，我……谁允许你直呼长公主名讳？景安，注意说话的语气，对长公主恭敬一些。长公主殿下，是皇上命我给你下毒，并制造出我宠妾灭妻的假象，
让你以为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逼你接受沈晶成为平妻，但我并无此意，都是皇上和德妃的意思。不是朕，不是朕！盛静安，你敢污蔑朕，朕诛你九族！我们是青梅竹马，我怎么可能害你？只是皇命不可违，皇上他亲口承诺，7日断肠散不会置人于死地。殿下，皇上骗我说他有解药的，还说我如果不答应，他就让你死得更惨些。我是担心你啊，我是不想让你死，所以不得不答应皇上。燕明算个什么东西？要不是你利用殿下的信任在酒里下毒，他岂能伤到殿下？景安，你没事吧？景安，殿下，将盛家母子拖下去，明日宫门外杖毙。殿下，老太太吓死。殿下，饶我一命，我是真心待你的。今日召各位大臣过来，只是让你们知道这个真相。盛景安是燕明最信任的臣子，德妃是最得宠的嫔妃，他们皆已招认，主谋便是燕明。殿下，燕明容不下本宫，本宫若是个寻常臣子，自然应该咽下委屈，做一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之臣。可惜，本宫不是。燕明，我能把你扶上去，让你君临天下，便也能把你拉下来，让你万劫不复。你不过是个公主，出身低微，凭什么凌驾于朕之上？燕东皇，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朕是皇帝，是天子，使笔如刀，你永远都摆脱不了逆贼之名。我是逆贼，你是废帝，今夜本宫便废了你。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做？你就是个宫女所出的杂种。朕施恩于你，你就该感恩戴德。朕让你死，你就应该乖乖领死。燕东皇，你今日弑兄谋反，史书上必定会留下一世骂名。你是个逆贼，死后有何颜面去见列祖列宗，又怎敢去见父皇？瑶光，殿下，正大光明匾后面有一份先皇遗诏，你去取来。父皇临终前召我进寝宫，问我立储之事。本宫举荐了燕明继位。父皇虽然答应，却也留下了一份诏书。胡说八道！朕的皇位来得名正言顺，是父皇认可朕的能力，心甘情愿传位于朕。燕东皇，就算你信口雌黄，文武百官也不会相信，他们绝不会受你妖言蒙蔽。裴相公可与太傅过目，辩证真假。的确是先帝遗诏，依先帝旨意，若燕明得不配位，青鸾长公主可奉此诏代为废帝。都给朕住口！此乃伪诏，朕才是皇帝，谁也无权废朕。朕是皇帝，你撒谎，你废不了朕。本宫征战沙场多年，治军严苛，麾下将士从未欺辱过平民百姓，从未将兵器对着手无寸铁的弱者。本宫一直以为死不可怕，军人总有麻革裹尸的那一天，死要死得其所。然而真是讽刺，本宫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最信任的人手里。本宫亲手扶持上来的人，却是亲手置本宫于死地的人。皇上有罪，可下罪己诏禅让其位。长公主殿下奉先帝遗诏拨乱反正，非是谋反，反而立下大功，可为摄王辅政。殿下可下旨召安王入宫，继承大统。善，此乃老臣谋国直言。罪己诏，好啊，朕下罪己诏，那朕就是太上皇了。好啊，安王懦弱无能，非人君之选。殿下三思啊！从古至今，并无公主即位的先例呀。现在不就有了？本宫今日废帝自立，绝不会另立他人。可是殿下中了毒，万一没有解药，新帝若刚登基就，雍朝恐有江山倒捐、社稷倾覆之忧啊！安王是先皇仅剩的血脉，他又与殿下一向亲近，臣以为由安王继位再合适不过。安王爷好深的算计，传我军令，将安王软禁宗王府，不准出入，也不准见任何人。殿下，本宫心意已决，顺我者昌，逆我者死。本宫打下的江山，由本宫亲自背负。殿下若是下定决心，老臣无力阻拦。斗胆再问殿下一句：殿下，您做好安排后事的准备了吗？退下吧，让礼部着手准备。明日尔等须称我为陛下。殿下回位。
朕功博德，承继大统，南安社稷。长公主东皇，镇国安邦，功莫大焉。朕为其兵危，构害至亲，罪孽深重，愧对列祖，修建万民，今幡然悔悟。朕才是！殿下，无事，休息一下便好。殿下，没事的。长兰也派人南下，我军趁侯也为您寻来各地名医，都在路上，您坚持一下。我有些话要交代，你听我说完。本宫登基不是眷恋皇位，只是为了有个名正言顺的身份传位。要不，我若死了，你不许乱来。我想把江山交给你。殿下，不可！我死之后，不管是谁继位，青鸾军都会成为他的眼中钉、肉中刺。青鸾军不除，任何人做了皇帝都会寝食难安。只有你，瑶光，只有你才能保青鸾军将士无忧。不，这是命令，不容任何人反驳。妖王，我怕我一死，天下大乱，百姓流离失所。我希望你能替本宫好好活下去，守护好大雍江山。殿下，别说了，你已经2天没好好休息，殿下先休息吧，睡醒了再说，我守着你。你能答应我吗？天下一定会无事的，一定长命百岁，不需要什么继位之君。皇后是个心善之人，此次她受燕明连累，是本宫对不住她。废帝的皇后和妃子就算放出宫，以后也很难嫁人，甚至无法在旁人非议中活下去。我知道，我会好好安置他们，在宫里辟出清净之地，让他们余生不受打扰。所以你答应我了。登基大典之后，我们成婚吧。这是我死前最后的心愿了，你愿意吗？我愿意，愿意。还是本宫的大将军呢，哭成这副样子。我太累了，让我睡一会儿吧。明日便为殿下举办登基大典，但有反对者，一律处死。别这么难过，今日可是朕即位的日子。陛下，司职坊来不及做新的龙袍，这是用之前废帝未穿过龙袍改的。奴才性命担保，这龙袍此前一直放在橱子里，废帝不曾穿过。临时的龙袍，正配我这个临时的皇帝。开始吧。请新君即位。娘娘，皇上向来苛待于您，您何必为其赴死啊？娘娘，本宫16岁入宫，受封为皇后，在这宫中10余载，如今愿做皇后而死，不愿做庶民而生，与旁人无关。你们也各谋生路去吧。别杀我，长兰，让我见东皇一面，求你了。奉殿下旨意，将此人杖毙。啊！长兰，不要走！东皇，你忘了我们的夫妻情谊吗？东皇救我！前兵部尚书楚敬渊克扣军饷欺上瞒下，结党营私。其子楚元朗仗父亲权势，欺男霸女，虐杀百姓，残害忠良，奉青鸾长公主命，即刻问斩。走开！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娘娘，今日新君即位，大喜的日子，殿下也曾不忘赏您一杯喜酒同贺。滚！都给我滚出去！请娘娘饮酒。这位将军，请告知殿下，
臣也是被燕明那个小人威逼的，沈家无辜，请殿下宽恕我。奉殿下旨意，沈家流放边关，永世不得回京。这是哪儿？东皇呢？别忘了，他登基称帝了，哀家也是他母后。殿下知道娘娘喜欢诵经礼佛，今后便在这佛堂之中日夜抄写经文，消除罪孽。他敢软禁我，听不懂人话，还当自己是太后娘娘。在这儿，我是主，你才是奴婢。啊！陛下万岁万万岁！朕中了毒，时日无多。国朝第一件大事，便是要册立储君。吾皇圣明，臣以为太宗皇帝第三子晏灵德才兼备，是储君的不二之选。朕心中已有人选，朕有意立青鸾军将军姚光为皇夫，赐晏姓。朕死之后，擢其登基为帝。陛下，万万不可！岂有舍弃代卿兄长而立一个外人的说法？陛下，储君乃是国本，岂能如此儿戏？陛下此举有违礼制。安王懦弱不堪，不可继位。那也可从宗室子弟中择一优异者，过继到陛下膝下才是。朕时日无多了，若朕身死，宗室子弟毫无根基，如何在朝堂立足？姚光将军领兵多年，战无不胜，微臣也是心中钦佩。若是拜将封侯，自无不可。但是日后若是为君，恐成桀纣那般的暴君呐！大庸礼制不可违，皇家血脉不可乱，请陛下三思。请陛下三思。姚光，到朕身边来，过来，坐。陛下。朕意已决，众卿家奉旨行事便是。陛下，跪安吧。我很自私，明明知道你不喜拘束，却依旧把这么重的责任留在你，逼你困在这牢笼之中。只要有你陪着我，皇帝也好，庶民也罢，我都心甘情愿。只想多陪陪你，哪怕再过多给我几日、几个时辰也好。夫君，这是我的命。我不信什么命数，你连江山都能颠覆，为何不能逆天而行？我不信。今生我燕东皇为负天下，却独辜负了你一人。若有来生，只愿和你远走高飞，浪迹天涯。郎君，吻我。朕还没死呢，你们哭丧什么？东皇，你留下，其他人都出去。父皇，东皇，父皇叫你呢。怎么了？我这是重生了。方才你喝下的合卺酒是有毒的，7日断肠散。朕乃天子。东皇，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儿臣只是许久未见父皇，心中百感交集。朕时日无多，想跟你聊一聊这大幽的后继之人。东皇，你心中可有属意的人选？父皇觉得该把皇位传给谁？
朕在问你的意思。父皇觉得女子有资格继承江山吗？你的意思是？儿臣斗胆，自荐为储君。你和燕明一向交好，朕以为你会选他。儿臣常年在外征战，并不了解他的能力、品行。储君之位慎重，与其举荐他人，不如由儿臣来背负。这么多年，朕无数次在心里想过，若你是个男儿身该多好。可你，东皇，你可知道朕若下这道旨意，你将面临多大的威胁和压力？儿臣无惧。既然你无所畏惧，那么朕也便无所顾忌了。荣春，奴才在。研墨，朕要拟诏。是。东皇，父皇跟你说了什么？父皇龙体是不是？父皇无碍。东皇，你的面色不太好，是不是你父皇说了什么？稍后父皇自会宣布。皇上眼下龙体欠安，淑妃妹妹倒也不必急着跟东皇叙母女之情。东皇最得皇上宠爱不假，但储君关乎国本，不是一个女子可以轻易决定的。皇上，请诸位进殿。皇上，朕时日无多，但江山需后继有人，今日把你们叫过来，就是为了定下此事。朕今日宣布，立东皇为皇太女，待朕崩逝之后，继承大统，为庸国天子。陛下，你要立长公主为储君？耳朵都不好使吗？朕的旨意，封燕东皇为皇太女，继承朕之江山。陛下，公主为帝自古未有啊，这不合规矩。父皇，儿臣及诸位兄弟皆在，父皇为何舍皇子而立公主为储？为何？因为东皇文武双全，因为她是朕最引以为傲的女儿，因为你们几个都不如她，因为这是朕的江山，朕愿意给她就给她。怎么？朕这个天下是不是该让位给你，由你来做主？儿臣不敢，儿臣只是觉得东皇毕竟是女子，恐怕难以服众啊。来人，将燕明拖下去，打30大板。父皇，父皇，还有谁对此不满的？现在就可以说出来。朕不介意杖毙几个儿子。陛下，长公主掌兵权已是犯了忌讳，如何能让她继承江山？这分明是拿祖宗基业冒险，求陛下三思。来人，把储尚书也拖出去，停邦50。陛下，尚书大人只是秉公直言，并无违抗陛下的意思，还求陛下看在他一向忠心耿耿的份上开恩啊！东皇，你说句话呀！舅舅以前一直很疼你的，你忍心看到他被杖责吗？父皇，儿臣有话要说。东皇，你要为他求情，恕之为君者，心软是大忌。儿臣只是有事要跟父皇禀明。儿臣要弹劾储尚书贪污受贿、中饱私囊，战时挪用粮草，延误战机，请父皇明察。陛下，臣冤枉啊！臣一片忠心，天地可见。就因为臣反对立公主为储，长公主就要如此栽赃诬陷老臣。陛下，尚书大人两袖清风，朝野皆知，绝不可能贪污受贿。便是有人想挑拨君臣关系，你万不要被奸人所蒙蔽啊！东皇，你可有证据？请陛下准儿臣带人去楚家搜查，若事实证明儿臣冤枉了楚尚书，儿臣愿受任何责罚。陛下，无凭无据就要搜查朝廷命官的府邸，如此行事，法理何在？陛下威信何在？长公主殿下行事莽撞，望之不似人君，请陛下收回成命。楚静远，朕还没死呢。朕平日对你们还是太宽厚了，一个臣子敢当着朕的面呵斥朕的储君，臣不敢，臣冤枉啊！朕允了，你去做便是。谢父皇。陛下。
亭长朕给你留着，若东皇果真冤枉了你，便由他来替你挨。殿下，无事。你调200人，随本宫去楚尚书府走一趟。是。父皇，东皇擅长带兵打仗，可他对朝堂一无所知，不知人心险恶。今日无凭无据贸然弹劾尚书大人，恐怕是被人利用。你急什么？若楚尚书无辜，朕自然会为他主持公道，用不着你上心。陛下，殿下回来了。禀父皇，楚家库房里超出大量黄金、白银、珠宝、玉器，具体数额正在清点。若折算成白银，粗略估计不低于400万两。陛下，臣冤枉，竟是长公主构陷微臣，400万两构陷你一个兵部尚书。楚静元，朕的内库都没有400万两白银。将楚静元收押刑部，择日问斩。明儿，都怪那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你一定得想办法救救你舅舅啊！燕东皇那个贱人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如今竟敢与孤争宠，如今确实留不得他了。你准备？盛景安不是与他有婚约吗？儿臣会利用他毒杀那个贱人。盛景安马上要跟着燕东皇鸡犬升天了，还会愿意帮我们？孤了解他，那就是个自大的蠢货。他想要的可不是屈居一个女人身下做什么令人耻笑的皇后娘娘，他想要的是做他顶天立地、威风凛凛的镇国公。殿下，平阳侯府送来了请帖，说是凤阳公主有孕，邀您明日过府一叙。没空，遣人送些贺礼便是。还有，盛景安在殿外候着，想要见您。打出去！可是他与您有婚约在身啊！本宫早便请父皇下旨退婚了，从今往后我与他再无瓜葛。真的？本宫知道你的心意，再给我一些时间，本宫娶你进门。二位大人何时来的？朕是糊涂了。太傅，你年事已高，不便久跪。荣春，快赐座。太傅也是来反对朕的。陛下，老臣戚家门风清正，太傅更是3朝元老。朕实在不愿对戚家动手啊！但太傅应该知道，朕就要死了，也不在乎天下人说朕是个无情无义、刻薄寡恩的暴虐之君。老臣并非是为楚君一事前来。哦，那你是？老臣年迈，跪得久了，反而忘了为何事而来。好，快入座吧，太傅坐着慢慢想。谢皇上。爱卿，你觉得朕的子嗣中谁最像朕？当属青鸾长公主。谁的本事最高，行事最有魄力？如今看来，也是青鸾长公主。还是她？那朕死之后，若有外敌来犯，谁能抵御外敌？还是青鸾长公主。不过臣以为长公主更适宜外放领军。东皇在军中威望甚高，是不世出的帅才啊！可若有一天他想做皇帝了怎么办？朕传位于谁可以挡其兵锋啊？陛下，几位将军到了。宣。臣等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秦阳、迟然，
臣在。你二人持朕手令，调5000兵马进驻宫城，替换禁军。接下来3个月之内，皇城守卫便由你二人负责。臣遵旨。辽光，臣在。朕命令1000兵马守在奉天门内，听长公主调遣。臣遵旨。传朕旨意，册封青鸾长公主为皇太女，即日起代朕监国。东皇，是我，景安啊！东皇，你为何一直躲着不见我？莫非真是做了皇太女，便忘了救人了吗？你无才无德，自然配不上本宫。东皇，你怎么变得如此无情？我们过去的日子，你都忘了吗？最近本宫很忙，都快把你忘了，你却自己送上来找死。东皇，够了！是燕明派你来毒害本宫。你在说什么？我是你的未婚夫婿，怎么会害你？我对你一片真心。真心？盛景安，你既然这么爱我，那便入宫给本宫做个男宠吧。男宠？长兰，把他送入掖庭，叫几个嬷嬷好生调教。是，殿下。东皇，你怎能如此对我？殿下，凤阳公主来了，正在偏殿候着。她怎么突然来了？听说凤阳公主被平阳侯和婆母罚跪，气愤之下休产，没了孩子。你不是总说平阳侯府对你很好吗？怎么闹成这样？写吧，写封休书给他，他的生死从此跟你无关。我已经嫁作人妇，没了清白之身，以后那又如何？即便不嫁人，又不会死。但是嫁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足以让你万劫不复。我真羡慕你能这般果断洒脱，凡事可以说一不二。只要你想，你也可以。他让我接近你，给你下毒，我不肯，他便逼我。是我害了你，平阳侯没这个胆子。他身后是谁？我真不知道。你便先住在我府上休养，不要外出，叫人验验，带人暗中控制平阳侯府，把平阳侯抓来好好审问。对外放出消息，就说平阳侯夫妇出游踏青去了。是。对了，再派人给本宫找一个人出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太女东皇心怀天下，深效朕功，着即拥朝皇帝位，布告天下，贤使闻之，钦此。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请接玉玺。朕今日养成父恩。报！边关急报，800里加急！今日乃是新帝登基大典，谁允许你在此喧哗？启禀皇上，南疆边关传来800里加急信报，南陵国增兵15万，枕戈待旦，求皇上定夺。南陵增兵？南陵跟大庸已有10年不曾征战，怎么会轻启战端？南陵军由南陵太子领兵亲征，他遣使指责我国青鸾长公主跟南陵九皇子暗中勾结，居心叵测，要求长公主立即交还九皇子，否则便要起兵作乱。父皇，皇太女涉及通敌叛国，此事非同小可，
求父皇明察。求父皇明察，取消传位大典。本宫问你，你口中的南陵皇子是谁？回皇上，回殿下。南陵太子所说的皇子，朕倒是知道是谁。传青鸾军姚光将军上殿。皇上有旨，传青鸾军姚光将军上殿。卑职姚峰，参见吾皇万岁。姚峰，你是哪国子民？回皇上，微臣曾是南陵九皇子，后蒙皇上所救，大恩难报，现为大庸子民，至死不变。你是南陵九皇子？怎么，你很失望？姚光，南陵太子指控你通敌叛国，你可有话要说？微臣16岁时被南陵皇室谋害，被逐出皇族，历经九死一生后，幸得皇上所救。从那天起，微臣就只是雍朝子，是皇太女麾下将军，生为雍朝人，死为雍朝鬼。朕相信你。既然南陵太子指控你叛国，朕要你领兵南下，夺回属于你的一切。东红，你觉得呢？朕命你明日整军，率2万铁骑赶赴边关，与南陵一战。臣领旨。臣保证1年之内覆灭南陵，献给女皇陛下做登基贺礼。注意安全。新帝登基，改元凤舞。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陛下，盛景安招了。招了？招什么？他承认是景王爷与淑妃逼他接近陛下，意图毒害陛下。朕对他们有些厌了，将淑妃打入冷宫，景王贬为郡王，圈禁王府，不得外出。要不要询问下太上皇的意见？陛下，太上皇他老人家说过了，陛下行事无论是非对错，无论涉及何人，陛下的意思就是太上皇的意思，他老人家一概不问。去把戚家的长女叫来。那盛景安，一介蝼蚁，你自行处置便是。朕很忙，长话短说。你和燕明有婚约在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实非小女子所。朕可以废除你们的婚约，你可愿留在朕身边，做一个御前行走的女官？女官，微臣愿意。太傅之孙戚芳妃，学识出众，端庄仁善，赐予勤政殿侍读一职，加6品衔。真是大雍第1位外朝女官了。本官才是。这个贱人，他怎敢如此对我？盛景安呢？我要杀了他！我也息怒。就凭盛景安一面之词，他问都不问，查都不查，就敢圈禁锢？去！我要见太上皇，要见母妃。王爷，你冷静一点，现在所有人都站在他那边，你自己是斗不过他们的。你去把北齐使臣带来见我。王爷是想……他们不仁，休怪本王不义，再把戚氏那个贱人绑来，让姑泄愤。你会帮我的，对吧，舅舅？殿下，人带到了。你就是那个南疆的毒医？那2瓶毒是你炼的？回陛下，那蚕丝之毒确实是小人所致，但小人发誓是安王爷威逼小人，小人真不知道他是想谋害陛下。好了，你若是个忠心的，便帮朕为安王爷备下一份厚礼吧。陛下，戚太傅来了，说是戚芳妃被人绑入了宁王府。
贱人！要不是你悔婚，本王何至于沦为笑柄？戚家清高，敢踩在姑的头上来了！你不是能言善术吗？不是御前女官吗？齐王妃，你读了几年书，便忘了规矩了？王爷自重，陛下已经下旨，你我二人早已再无瓜葛。自重！你个一朝得势的贱女人，真以为步入朝堂，从此就能一飞冲天，凌驾于男人之上？我告诉你，你们都在做梦！女人就该一辈子守在后宅，谨守调条，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王爷许是太久没出门，不知道大雍朝堂已经变了。本官现是朝廷命官，王爷此举是在自寻死路。放屁！姑贵为天皇贵胄，轮得到你来教训我？别忘了，若没有姑，燕东会那个忘恩负义、狼子野心的贱人，岂能有今日？陛下驾到，景郡王还不出门接驾？王爷慎言，今日这番话若是传到陛下耳中，你真以为自己有多重要？燕东红不过是拿你来羞辱朝堂上的诸位大臣罢了。你以为他会为了你得罪我这个王兄？陛下圣驾已到门外，请王爷示下。王爷自觉受辱迁怒于微臣，乃是人之常性，但挟持、殴打朝廷命官乃是重罪。若现在去跟陛下请罪，我相信陛下看在兄妹情谊的份上，会对王爷从轻处理。齐芳妃，姑曾经是喜欢过你，但是你竟敢背叛于我，姑期待着有一天看到你追悔莫及的表情。王爷，陛下带兵闯进来了！人呢？陛下是问戚芳妃，她原就是本王的未婚妻，无故退婚，我把她叫过来询问下缘由罢。殿下为何如此兴师动众？陛下，戚大人找到了。陛下，祖父，微臣无用，让陛下担心了。芳妃，没事吧？芳妃一个女子，王爷何故迁怒于她？让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入朝为官，戚家的脸面早就丢尽了。被本王带到府里半个时辰，足以让你名节尽失。以后嫁了人，你的夫君不会怀疑你的贞洁吗？你们男人会在乎自己的贞洁吗？什么意思？男人可以治理天下，女子也可以。陛下不就坐在你死都想坐的位子上吗？你放肆！同理，男人不在乎自己的贞洁，也休要用贞洁来要挟我。恬不知耻的贱妇！我纵然名节有损，依然可以坦坦荡荡做人做官，因为自退婚那一天开始，我就没打算嫁人生子，所以外面如何非议我，男人们如何看我，我毫不在乎。拿下！燕东皇，你以为姑诱你至此会没有后手？出来吧，全大人！燕东皇，你以为姑诱你至此会没有后手？出来吧，全大人！北齐使臣瑶光携兵南下，如今大雍防卫空虚，而北齐军队已经开拔南下了。景郡王，你敢叛国？是这个贱人先背叛我！全大人，动手吧！只要你们北齐助我登基称帝，吾愿意奉北齐太后为母，与孤同享大幽江山。动手！犬子，你想干什么？放开姑！齐国使臣犬子参见大幽皇帝陛下。全大人这是唱的哪出戏？外臣奉我北齐太后旨意来此求见陛下，却发现贵国的景郡王有不臣之心，于是外臣擅作主张，将计就计，为陛下除此逆贼。放肆！身为外臣，竟敢干涉我大雍国事！北齐太后遣你来，所谓何事？容外臣冒昧，听闻陛下乃是宫女所出。全大人慎言，陛下乃是太上皇血脉，如今贵为天子，
容不得任何人质疑。大人误会了，臣想说的是，陛下的生母并非小小宫女，而是我大齐太后。虽然时间已经过去近20年，但贵国太上皇应该还识得陛下生母的容貌和字迹。朕问你，北齐大军南下是否属实？确有此事，但我朝大军南下并无冒犯之意，而是我朝太后想邀请陛下与边关一见。他想见朕？不瞒陛下，我齐国皇帝上佑，由太后垂帘听政。我齐国如今外有北蛮寇边，内有宗王作乱，而太后娘娘却被国事所累，已病入膏肓。还望陛下看在母子情深的份上，北上与太后见上一面。朕生母是谁，尚不可知，见与不见，朕自有定夺。请全大人先移步使馆休息吧。东皇，我这回真知错了，饶了王兄吧。景郡王侮辱朝廷命官，冒犯天子，蓄意谋反，将其逐出宗室，打入剑籍，送到南风馆接客。说什么？严东霍，我是太上皇嫡子，是你的兄长，你置皇室颜面于何地？朕不在乎，朕是大雍第1位女帝，你便来做大雍第1位南昌吧。景郡王疯了吧？朕希望你可以坦然面对你接下来的人生。是她，昔日的宫女却成了今日的北齐太后，不好相遇啊！父皇觉得朕该不该去见她？你是皇帝，你自己做主。儿臣谢父皇信任。父皇近日看着红光满面，身子似有好转。不用整日整夜批折子，跟朝堂上那些个装聋作哑的斗气，自然好了。陛下荣登大宝，当务之急是应充盈后宫。充盈后宫？历代皇帝为了绵延子嗣，选女子入宫，朕为了什么？你们男人能生孩子吗？男人虽不能生孩子，可女子生育也离不了男人。怎么，你想让朕早早有育，只能待在宫里养胎，好让你们这些男人掌控朝堂？老臣不敢，老臣绝没有这个意思。你们还有什么不敢？朝中事务繁忙，南临国战，江北水患，尔等视而不见，却把心思打到朕的后宫上来了。朕的江山和子嗣，无需诸位操心。朕准备明日启程，带青鸾军北上赶赴边关，与北齐太后一见。陛下，不可！北齐太后是何军心尚不可知，陛下万金之躯怎能亲赴险境？若是什么？若是稍有不慎，大鄂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局之中啊！朕意已决，不必多说。有事奏来，无事退朝。恭送陛下。陛下，其人示众，小心有诈。听闻北齐太后娘娘病入膏肓，如今看来却是在骗朕。我装病只是担心你不肯来见我。你不担心茶里有毒？朕若死了，对北齐有何好处？东皇，你恨我吗？不恨，没有恨的意义。是啊，当年膝下的小丫头，如今却成了中原天子了。朕今日来见娘娘，可不是与娘娘再续母女之情。人老了，便越发多愁善感了起来。我这辈子只有2个遗憾，其一便是你。我当年被迫舍你而去，回到大齐，但无时无刻不在想你。说其二吧。其二则是大齐后继无人，当今皇帝也就是你弟弟，尚且年幼，资质平庸，而大齐的宗王们却不会再给他多少时间了。不得已之下，我只能来找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你想朕怎么帮你？庸国一统天下，由你来做天下之主。你不信我，
你是北齐太后，而非我的母亲，这是你当年自己选的。这么多年，我一直关注着你，这个决定是我仔细考虑了3年，直到你登基称帝，我便下定了决心。朕何德何能，能得北齐主动归附？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我女儿能以女子之身成为大庸女帝，又怎么会做不了天下共主？太后这是想挟制朕出兵帮你。看来这北齐的内患非是什么作乱的宗王，而是你这个太后吧？可惜，陛下，幸不辱命，南陵国已是陛下掌中之物。这不可能！青鸾军远在南陵，怎么可能赶得过来？青鸾军抵达南陵的第1日连下3城，3日南陵太子伏诛，5日南陵国揭晓。将南陵皇帝带上来。南陵国罪臣参见大幽皇帝陛下！大幽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辛苦了。朕不去北齐，不过朕将要大婚，请北齐太后前去观礼。好啊，好，不愧是我的好女儿，哀家这便与你同去。哀家之前的话半真半假，不过现在全是真的了。走吧。哀家这个北齐太后任你关押软禁，若是你想出兵伐齐，哀家也肯帮你，只要你愿意时常来看看哀家。殿下，如今整个天下尽在你掌中了。好好休息一夜，明日启程回京，朕要与你成婚。你的毒当真那么好用？确定，这蚕丝毒无色无味，中毒者初时只觉得浑身无力，食欲不振，日渐消瘦，但最多3年，等此毒侵入5脏6腑才发觉，届时已经无药可治。3年，孤等得起。王兄，如今这大禹江山只能托付给你了。东皇，你来传位于姑了。东皇，快把玉玺给姑吧，姑怕是不中用。陛下，中此毒者会神志混乱，难辨现实与虚妄，会在癫狂与痛苦中死去。这毒有名字吗？痴心妄想。景安，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都怪燕东皇那个贱人！夫人，慎言啊！我的儿子都被他害死了，我还有什么可怕的？老夫人，官家，这该如何是好啊？为老夫人筹备丧事吧，和少爷一起在府中多停几日。陛下今日大婚，千万别冲撞了。可是，少爷都要臭了。
陛下，我生平第一次希望这条路没有尽头，我们可以一直这样走下去。你想把朕的宫人们都累死？好大的排场，真是让人羡慕。弟弟一门心思想着托关系混进宫去，给当今陛下做面试。父亲大人定饶不了他。有朝一日，我也定入朝为官。吉时到，新人拜堂，一拜天地，谢谢；二拜高堂。怎么这么多？因为你我要多生几个孩子，未来把这江山交给他们，咱们俩就可以离开朝堂，周游世界。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努力了。朕冒犯了，是朕要离姓你。